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轰动全美的灭门惨案，这也是我本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了。看之前先点赞、收藏、加分享哦，我怕你们看完之后因为情绪的跌宕起伏而忘记了，哈哈，开玩笑的。这个灭门惨案发生在美国纽约长岛的阿米提维尔小镇，后来事发的房屋还变成了著名的鬼屋，被称为阿米提维尔事件。为什么要用到事件呢？因为这不仅仅是杀死亲人这么简单，事情发生在1974年的11月13日下午大约6点30分左右。23岁的罗纳德·迪福进入酒吧求助，你们一定要帮我，我父母被枪杀了。于是，一撮人就跟着迪福来到了他的家里面，发现他的父母已经死了。其中一个朋友迅速报了警，警察来后搜查了这个房屋，眼前的场景惊呆了所有人，一家7口除了迪福自己全部都死了。更诡异的是，6名成员都面朝下死在床上。警方很快将唯一的幸存者迪福列为嫌疑人进行调查。经过侦探们的一番盘问，迪福坚持认为是黑手党杀死了自己的家人。侦探又回到房屋中搜查，发现迪福房间内有口径弹药和作案现场的弹药完全匹配。迪福被指控杀人，他终于告诉侦探，一旦我开始，我就停不下来了。他是如此之快。警方想了解他杀人的动机，他声称杀害家人的原因是脑海里一直有恶魔的声音指使他，直到那晚因为情绪低落，自己喝多了，又加上吸食海洛因，恶魔的声音变得更有魔力了。据说迪福是个爱打架的狂野少年，有不良的心理健康和吸毒史。无论怎么辩解，迪福还是因为杀害家人被判处6次连续的无期徒刑。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1年后，那套房子迎来了新的主人卢兹一家。入住前，他们都很乐观，因为听说过这是个凶宅，所以便请了神父对房子进行祝福。当神父走到2楼的一间房间时，突然全身一阵鸡皮疙瘩，感觉不对劲。离开前，神父再三嘱咐他们，不管怎么样，2楼的那个房间千万不要住人。从搬进去的第1天起，便开始怪事不断。卢兹经常在家里会闻到一股特殊的气味，而且房子总是感觉冰冰凉，房中的火炉几乎天天都要保持燃烧。更让卢兹感到诡异的是，他总是在凌晨3点15分醒来，而这个时间也正是迪福枪杀家人的时间。除此之外，卢兹一家人还会看到一些奇怪的景象，比如房间里会有许多苍蝇，而外面却没有；墙上会渗出像绿色史莱姆的东西。他们还看到过一个模样像猪却有着恐怖红色瞳孔的生物从窗外盯着他们看。家中最小的孩子会对着空气说话。随着居住的时间越长，情况越来越恶劣。卢兹的老婆会在睡梦中突然离床升起，自己却毫无察觉，连他的小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甚至发现家里的十字架不知何时被180度旋转，还散发出难闻的酸臭味。几周后，卢兹一家便邀请朋友过来，据说他们的朋友也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和脚步声，以此证明这一切并不是这家人的想象。太多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发生了，对一家人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卢兹当机立断，带着全家连夜逃出屋子，据说连家当都没带就赶紧离开了，也未曾回去过收拾。从入住到离开，虽然只有短暂的28天，对他们来说却是一段长久的恐怖经历。此后，这个鬼屋便开始长期拍卖，但是没有人敢买下它。渐渐的，它成为人们参观的场所。阿米提维尔事件无疑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受瞩目的灵异案件，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争议的地方。因为后来卢兹联系了作家，将这段经历出书，收到了不少稿费，所以就有人开始质疑鬼屋的真实性，认为这一切都是卢兹编好的。在卢兹一家搬离后，也确实没有再听到什么灵异事件了。多年后再谈及这个事情，卢兹的儿子表明，父亲是个喜欢研究神秘学的人，他可能对这个凶宅有莫名的兴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房屋中发生怪异事情的催化剂。迪福也曾经在判刑后曾向媒体坦白，其实自己根本不是听到魔鬼的指示，完全是为了逃避死刑罢了。1995年，一个叫做史蒂文的人，他对灵异事件很有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阿米提维尔恐怖阴谋》的书，用来证明这就是一个阴谋。阿米提维尔事件由于它的真实性，后来被翻拍了许多电影，《鬼哭神嚎》《招魂2》都是利用这个事件的原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2部电影。在1975年的时候，华伦夫妇这对灵异调查者去调查过这个凶宅。随后在2013年《招魂》电影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招魂》电影的原型就是阿米提维尔事件。然而提起到这个凶宅的时候，他似乎心有余悸，并且声称：“亲爱的阿米提维尔实在太可怕了，这简直太恐怖了。他一直跟随我们走遍全国，我甚至不愿意再提及他。我再也不会去阿米提维尔的房子了。”华伦夫妇，我在之前的安娜贝尔的片子里面提过，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超自然事件调查者，出来了此番言论，导致了这件事情的真伪性真的无从考究了。所以阿米提维尔事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只有卢茨和提夫自己知道。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正正，我们下期再见了。